前几天有位年轻的飞行员发来私信，说飞行手册和教材里关于直升机尾桨失效的原因和处置方法写得比较笼统，而他又是个求生欲很强的人，所以想进一步了解。如果好端端的直升机突然抽风自转起来，可能是遇到了机械故障造成的尾桨失效，缩写为 TRF， 或者非机械故障，但出现和失去尾桨相似的效果，称为丧失尾桨效应，缩写为 LTE。由于 LTE 导致的飞行事故远多于前者，所以本期我们就来研究丧失尾桨效应的原因及对策。直升机按照设计习惯可分为右旋和左旋。右旋直升机的旋翼俯视呈逆时针转动，尾桨大多在垂尾左侧产生向右的拉力。为了平衡前飞时上行旋翼较大的升力，飞行员坐在右侧压乘，而左旋直升机则正好相反，压乘的飞行员要坐在左侧。但对一个菜鸟来说，无论坐在哪一侧，他都很菜。而且有侧风或直升机侧飞时，菜鸟还会遇到更多麻烦。当右旋直升机的左侧来流达到一定速率，就会使原本向左移动的桨尖涡环相对尾桨静止。由于涡环的流动结构具有非定常特征，使套进涡环里的尾桨拉力震荡，菜鸟会感觉机头忽左忽右抽风般偏转，必须快速而持续的蹬舵才能修正。同时，侧向来流越强，蹬舵的行程就要越大。这就是尾桨套进自己的涡环而出现丧失尾桨效应。等直升机稳定下来，惊魂未定的菜鸟开始转弯，当机身进入120至240度方位的顺风中，气流便推动垂尾和机身绕重心旋转起来，机头快速向来风方向偏转。菜鸟发现转弯角速度莫名其妙的急剧增加，此时要立即蹬舵修正，并向前推动操纵杆加速，让实际气流的来向不断向前偏转，从而完成改出。这就是顺风造成的丧失尾桨效应。此时菜鸟两股战转弯返航，当机身转动到285至315度方位的来流中，旋翼的桨尖涡流被侧风吹向了右后方，左侧涡流正好覆盖了尾桨。如果尾桨是底部向前旋转的，就会和涡流互相反转，使桨叶迎角增大，拉力突然提高。但这架修一的尾桨是底朝后旋转，由于和涡流同向而拉力减小，机头会突然加速右偏。菜鸟情急之下大力蹬左舵，使尾桨向右移出涡流，这时桨盘拉力又瞬间提高，带动机头快速左偏。菜鸟受到惊吓，急忙大力蹬右舵，尾桨又跑回涡流里，瞬间拉力减小，机头再次加速右偏。菜鸟被迫重复刚才的动作，于是进入人机耦合震荡。这就是旋翼叶间涡流对尾桨干扰引发的丧失尾桨效应。因此，飞行员必须注意侧风来向，提前做好适度修正的心理准备。此时，菜鸟的裤子完全尿湿，正在缓慢返场。进中一个方便面袋子迎面飞来，他急忙拉起总距杆，上升避让，导致旋翼螺距增大，反扭力矩提高。但慢速飞行时，桨盘的蓄用功率较大，发动机剩余功率已经不足，以至于尾桨虽然被踩到最大螺距，但却无法达到平衡旋翼反扭所需的转速。于是机头突然右偏，并且机身越转越快。菜鸟拼命把左舵踩到底，还是无济于事。这就是为考虑低速飞行的剩余功率而强拉总距杆，导致尾桨出力不足引起的丧失尾桨效应。应对方法是一边下压总距杆来减小反扭，一边推杆加速，通过尽快减小旋翼的蓄用功率来恢复舵效。从菜鸟的遭遇可见，丧失尾桨效应多发生于侧风中起飞、减速进近、慢速盘旋、悬停回转或低速时猛拉总距杆的情形。但无论是发生 LTE 还是 TRF， 都需要推杆提高前飞速度，并向偏航反方向压杆蹬舵进行修正，同时下压总距杆减小旋翼扭矩。当飞行区域受限或高度不足时，则需要尽快进行自旋降落。但是对菜鸟来说，出现丧失尾桨效应以及改出的过程，对裤子的防水性能要求过高，因此不要在侧风顺风中悬停回转或慢速盘旋，才是避免发生 LTE 最稳妥的方法。